好，弟兄姊妹，今天是希伯来历的4月初5，塔木斯，公历的2023年6月23日。那么这个星期我们要学习的帕拉夏加帕拉夏克德拉克，中文翻译为可拉。那么可拉的这个帕拉夏里边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亚伦的杖开花结果的这个神迹，对吧？我们好好来学习一下。那么这个星期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揭开了这里边隐藏的很多的奥秘。首先我们来看经文民数记17章第8节，我们来仔细的体会一下这个神迹。Vayhi mimaharas， 到了第二天，到了明天 Vayavo Moshe el ohel ha edus， 摩西来到了约柜的帐篷。Vehine， 看了 Parach Mate Ahadran， 亚伦的杖已经开花了。Levi， 这是利未的家，对吧？利未的家。Vayotze Farach， 他开了花。Vayatzetz， 他开了花。Vayigmo Shekedim， 他结出了扁桃果子。那么首先这个地方有个翻译错误，对吧？这个希伯来文 Shekedim， 这个应该翻译为如果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中文的扁桃，而并不是杏子，对吧？在圣经里边每当出现 Shekedim 都把它翻译成杏子，这是错误的，这和杏子很接近，但并不是杏子，这第一个翻译错误。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难点。什么难点？那么这个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出现了3个动作，对不对？第一个动作 Vayotze Farach， 它出来开花，花朵，对吧？这个 Farach 是花朵的意思，开花。接下来说 Vayatzetz， 那么这个 tzitz 它也是开花，对吧？也是开花，所以说第二个动作也是开花，对吧？你说为什么要重复啊？对吧？这是个难点。那么中文的翻译的话呢，也意识到这个难点，所以说做了一个技术处理，把第一个开花翻译成生了花苞，把第二个开花把它翻译成开了花。那么这个技术的处理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解释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开2次花？
对吧？所以说，这个中文的翻译把它理解为开花的2个程度，对吧？首先是打一个花苞，对吧？花苞还没有完全的开，对吧？花苞、花蕾，对不对？那么最后才是开成花朵，对，花苞、花蕾、花朵，那么这是对的，对吧？你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没问题，你必须要这样理解，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话呢，也是有了一点智慧，对不对？他就是你这个地方2个花，那我怎么办？我只有这样翻译，那么这是对的。对吧？但是我们要分析，我们要去研究，对不对？为什么这个地方它要出现2次开花，最后才结果子，对吧？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话题，这第一个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考察这个希伯来文。那么希伯来文这个地方出现了2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都是花，一个叫 p'rach， 这花的意思，开花。第2个单词叫 tzitz， 它也是开花，对吧？你在圣经里面去看，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都翻译为开花。那么既然如此，这肯定里面有奥秘，对不对？为什么 Torah 要给2个不同的单词，告诉我们开花？我们怎么样去解开这里边隐藏的奥秘？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希伯来文以及拉比传统的解经方式，研究它的这个数值，把它展开，看它究竟隐藏了什么奥秘，对吧？首先我们这个开花的话呢，其实你说这个花2个单词都叫花 p'rach 和这个 tzitz， 但其实更普遍的用法是第一个单词 p'rach， 这个 tzitz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用法，对吧？所以说这个奥秘应该隐藏在第2个花里边。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词组，我要 tzitz， 对吧？同样一个单词重复了2次，那么第一个是动词，第2个是名词，对吧？翻译为它开了花。你说 OK， 我们首先把它展开。那么展开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字母是 tzadik， 那么它有2种展开方式。第一种是什么？没有这个尾字母，没有 kof， 第2种有 kof。我们先用第一种最普遍的常用的展开方式把它展开。你把它开了花，把它展开以后，它的数值等于478。那么你去研究，你说这个478有什么特点？你会发现相当令人震惊。478正好是花的2种表达的希伯来文的数值的和 p'rach 和 tzitz， 它的数值加在一起正好等于478。那么这个地方就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线索，这就告诉我们第2次开的花里边包含了第1次开的花，也就是说这2朵花
是同一朵花。第二朵花包含了第一朵花，对不对？因为你把第二朵花把它展开，它里边正好含了两朵花，对不对？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设计。那这是第一个线索。那你说第二个线索，因为这个查迪克它有两种展开方式。我们刚才展开，我们没有用这个 cof， 对吧？它也可以加 cof， 对，如果你把这个 cof 加进去，对吧？因为这个地方这个 cof 出现几次，1、2、3、4次，那么 cof 是100，你要加400，说白了，对吧？你要478加400，不等于878吗？那么这是一个特殊数值，878是弥赛亚展开的数值，同时也是生命树展开的数值，878。那么这个地方的生命树的这个查蒂，它的拼写也采用了克服。那么这个第二个线索就告诉我们，这两朵花都是代表弥赛亚，对不对？那你说，从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首先，这个第二次开花里边暗示了弥赛亚。那么第二次花里边包含了第一次花，什么意思？弥赛亚分2次来。那么这个地方你的谜底就揭开了，为什么托拉要启示2朵花，又是同一朵花？对吧？第二次的花里边包含了第一次的花，那肯定是暗示弥赛亚分2次来。那尽管要分2次来，但其实是同一个弥赛亚，对吧？尽管在拉比传统里边认为是2个不同的弥赛亚，但这个地方，这个托拉就给我们挑明了2个弥赛亚。可能叫法不一样，对吧？一个叫做马西亚和本尤塞夫，约瑟的儿子弥赛亚；另外一个叫做马西亚和本大卫，大卫的儿子弥赛亚，好像是不同的，但其实是同一个弥赛亚，分2次来而已。对，那么拉比的话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这2个弥赛亚是同一个弥赛亚。那么拉比传统认为就是2个不同的弥赛亚，但是呢，他说第一个弥赛亚要死，第二个弥赛亚才能得胜，对吧？所以说他基本上是有一点接近了我们的领受，但是还没有完全，他仍然认为是2个不同的弥赛亚。但是亚伦的杖，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理解为开了2朵花，代表弥赛亚2次来。那你说你有没有进一步的依据？当然有。令人震惊的是，你继续考察第2次开花的短语 via tets， 它必开花，你算它的数值等于386，正好得出耶稣的数值，这相当令人震惊。这个说白了是在托拉在这个地方挑明2次来的弥赛亚2朵花是弥赛亚，但同时也是耶稣。那么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地方亚伦的这个神迹就给我们挑明了。
那么你说还有没有证据？还有亚伦的杖，杖的希伯来文叫马特，或叫马特，马特都可以，对吧？重音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都可以。这个希伯来文好像发重音没有讲究，不像这个英文也好，很多中文它重音有讲究，好像希伯来文两种都可以，都可以，马特都可以。马特杖，它的数值等于54。你加上2朵花的数值，一个叫 Petrach， 一个叫 Tzitz， 它的数值等于478，等于多少？等于532。再次得出耶稣的名字展开的数值，看到没有？再次证明2朵花是耶稣，这个杖也是耶稣，这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对不对？从这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经文里边提到的亚伦的杖2次开花，或者说出现2朵花，是指弥赛亚2次来。对，第一次叫马西亚和本有塞夫，约瑟的儿子弥赛亚；第二次叫马西亚本大卫的弥赛亚，大卫的儿子。那么这是第一个亮光。我们接下来进一步的挖掘。那么现在我们把这2朵花分开来看，对吧？我们刚才讲了，第一朵花的希伯来文叫 Petrach， 它的数值等于288。你说288，这是一个相当熟悉的数值，对不对？在卡巴拉传统里边，拉比传统里边，你问任何一个拉比，你问他288什么意思？这是卡巴拉传统里边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初失落的288个圣洁的火花。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分享，这第一朵花对应的是弥赛亚第一次来，那么这就应验了弥赛亚第一次来的使命，是招聚迷失的失落的288个圣洁的火花，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是第一次来的使命。第二朵花，它的希伯来文叫 tzitz。 那你说 tzitz 这个数值是190啊，对不对？这个2个 tzadik 90乘以2 180，再加一个 u 的10，那不190吗？不错，的确是190。但你不要忘了，这个 tzadik 是希伯来字母的5个尾字母，叫 metzem， 叫什么？叫我都忘了这个，突然给忘了这个拉比怎么读的，反正是5个字母，尾字母 metzempah， 好像 metzempah， 5个尾字母，5个尾字母，它可以算作另外一个数值 ，tzadik。既可以算作90，它本来的数值，也可以算作900。那如果你把它算作900，因为尾字母算900，前面那个字母仍然是90，对不对？那多少？前面2个字母是100，加上后面900等于多少？等于1000。那1000是什么数值？
这是弥赛亚2次来的数值，马西亚和本尤塞夫，马西亚和本大卫的，它的数值等于1000。什么意思？当弥赛亚第2次来的时候，第2次开花的时候，这个时候所有的人会意识到，原来马西亚和本尤塞夫，马西亚和本大卫的同一个人。对吧？这个时候拉比也会清醒，他比如说开玩笑，我们讲了几千年，以为是2个人，结果是1个人，对吧？那个时候你就说拉比，你不去读妥啊，对不对？可拉书里边不就隐藏这个奥秘了吗？对，但拉比不信，对吧？只有我们才发现了，神给我们启示了。那么还有从哪个地方暗示了这个亚伦的杖是代表弥赛亚？民数记17章第5节。V'chayacha ish asher evhar bo。那我要拣选的人，我要拣选的那个人 ，Matehu ifrach， 他的杖要开花，他的杖要开花 ，Matehu ifrach， 数值358。再次得出弥赛亚的数值。杖代表什么概念？杖是枯木，是从树上砍下来的一根树枝，对吧？代表死了的树，才用来做杖。杖代表死亡，但它的杖要开花，暗示弥赛亚要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考察这个果子。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希伯来文给这个果子的名字叫 shaked。那么在和合本里边，每当出现这个单词，他都把它翻译成叫杏子、杏木、杏树，但这个是错误的翻译，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如果是英文的话叫 almond， 那么正确的中文翻译应该叫扁桃，扁的像扁的桃子一样。那么如果你去查，对吧？这个百科，那么百科书告诉我们，这个扁桃原产于西亚或者西亚到中亚地区。那么唐朝的时候，从波斯传到了中国。它的果实扁而平，所谓的似桃非桃，似杏非杏，十分奇特，所以说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扁桃。那么扁桃的话有2种，一种叫苦的扁桃，一种是甜的扁桃。那么苦的扁桃，它为什么苦？它里边含了氰化物，所以说是剧毒，对吧？就你如果吃了苦的扁桃，这个会死的，剧毒。但甜的扁桃是可以食用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扁桃，这个 almond， 对吧？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食物，对吧？超市里边都能买到，对吧？英文叫 almond， 我不知道中文那边是怎么翻译的。
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吃的，今天超市里面买的，都好像坚果一样，对吧？但其实并不是坚果，它其实就像一个杏子一样。但是呢，一般这个水果的话是吃果肉，对吧？但是一般的话呢，扁桃你都很少有人吃它的果肉，为什么？因为它的果肉这个成熟的很快，你必须要在当天吃。一般的话是当天吃，如果你错过了当天，这个就一般就不能吃了，还是不好吃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一般的话呢，很少吃它的果肉。然后这果肉，然后可能过几天，这个果肉就会烂掉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它的那个里边的那个核会裂开，裂开以后，它里边的种子，那就是我们今天最普遍的一个食物。比方说，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那么这个就是扁桃，对不对？你看它外面的这个是果肉，但是一般好像都不吃。那么几天以后还怎么样，就裂开了，它里边的这个核，那么把它敲开，里边的有一个像坚果一样的东西，那个是我们今天吃的，最流行吃的。那么关于这个扁桃的话呢，拉比有一个经典的解经，对吧？或者说有2种经典的解经。所谓的经典解经，就是一般来自于 Rashi， 对吧？最经典的，一般经典就是最权威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休息10分钟，对吧？10分钟以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个扁桃它隐藏了什么奥秘。好，大家休息好了，我们继续刚才的分享。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对吧？这个地方，这个希伯来文叫 shaked， 这个翻译应该翻译为扁桃。那么接下来我们提到了扁桃，在拉比界有2种经典的解经。那么第一种解经认为，扁桃是结果子最快的果树，从开花到结果只需要21天。这第一种解经，对吧？那你说这个解经，它有一个什么对应的关系？首先，那么每年学习这个克拉，那么都是进入4月，Tammuz。那么 Tammuz 的话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叫4月17。那么4月17，这是耶路撒冷被这个沦陷的日子，对不对？那么4月17到5月初9，那么5月初9是圣殿，我说错了，应该是这个10月初10，这个 Teves 应该是被沦陷的日子。那么这个4月17应该是耶路撒冷被这个城门被攻破的日子，对吧？4月17应该是城门，耶路撒冷的城门被攻破，被这个罗马。那么3个星期以后，3721，5月初9，那么是圣殿被毁的日子，对不对？所以说，每年这个从4月17到5月初9是3个7，3721天。那么对应的是扁桃从开花到结果需要21天，这是第一种解经，这叫标准解经。第二种拉比解经认为，这个
扁桃的果子对应的是这个 nose bone 颭丝骨 nose， 对吧？因为这个扁桃的希伯来文，它既是这个 shaket， 同时也是 lose， 对不对？两个单词在希伯来文里边都代表这个果子，或者说这里边的核。那么这个 nose bone， 这个 颭丝骨，我们把它翻译成叫颭丝骨 nose bone， 那么是死人复活的一个很关键的骨头啊，这拉比传统相当重要的一个结晶。那么因为人死了以后，首先你的身体会腐烂分解，那么肉肯定是没了，那骨头呢？那么一般的你说这个骨头的话呢，也会存留下来，对吧？但是也不一定，对吧？有的人死了以后，这个骨头也找不到了，对吧？而且你现在这个比较流行火化，那你说火化了以后，连骨头都烧成灰了，那将来死人复活怎么办？对，你骨头都没有了，你怎么复活？那么拉比传统解经告诉我们，没关系，对吧？这个人的骨头哪怕被烧成灰，但是他身体里边有一块小骨头，它永远不会被摧毁，不可能摧毁，对不对？这个骨头是个很小的一个小骨头，那么这个骨头你不管怎么样去折腾，对不对？你烧成灰它也在里边，很小，那么这个骨头不会被销毁。这个名字叫 nose， 对吧 ？It's a nose， 颭丝骨。那么死人复活是通过颭丝骨，对吧？所以说颭丝骨就仿佛是死人复活的种子，对吧？就好像你栽一棵树也好，栽什么也好，对不对？要有种子，那么从种子会重新长出生命。那你说这个 nose bone， 这个 nose 这个单词，其实在托拉里边是有出现的，第一次出现是雅各的梦，对，雅各做梦，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拉比传统告诉我们，那是圣殿的原址，圣殿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睡了个觉，睡了觉起来，对不对？他说啊，这个地方是神的门还是殿？对，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地方的名字叫路斯，路斯城，对不对？那么一个联系，也就是说，这个路斯泵和这个扁桃的联系，都代表毁灭和重建，对吧？所以说，这个圣殿的毁灭是在5月初9，那么是4月17以后的21天。那么，正如圣殿在21天以后被毁灭，同一个日子，那么预表这个圣殿会在同一天重建。那么，圣殿被毁灭、被重建是什么概念？死人复活。对，死人复活的种子是这个 nose bone， 而这个 nose 一方面是骨头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就是扁桃的意思。那扁桃
对吧？它外面的肉要烂掉，对不对？一般人吃不到。那么我们今天吃的是里边的这个核里边的种子，就好像露丝谷，死人复活。对啊，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亚伦的这个杖开花结果，妥拉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扁桃果子。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暗示我们，这是代表死人复活。那么这个露丝谷的概念出现在下面的经文里边，传道书12章第5节，对不对？人怕高处，路上的有惊慌，杏树开花，杂猛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嗓的在街上往来。那这个地方的经文简单字面成是描述人在临死以前的衰败的一种凄凉的境况，对吧？人要死了，衰老了，衰败了，很凄凉，对不对？你爬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杂猛成为重担，人所愿的废掉，要归家，对吧？要跟哀悼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你说其他地方我都可以理解，你这个地方杏树开花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这个人要死和你的杏树开花有什么关系？当然，你说这个地方的中文翻译成杏树，我们给大家讲的，它都是扁桃，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的叫扁桃开花，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拉比的解经标准解经。拉比说这个地方所谓的扁桃开花，是指的人的露丝谷，露丝谷。那你说这个人要死和这个露丝谷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联系？对不对？首先，你说这个露丝谷在哪里呀？那么这个拉比界有2种观点，一种观点位于这个头骨的后面，脊椎前面的一块小骨头，这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是位于脊椎的尾骨，就脊椎最下面，对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说，都是以脊椎为这个解经的重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是脊椎的头，第二种观点认为是脊椎的尾，对不对？一般拉比解经，你说2种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你说这个地方，你说这个露丝谷和这个人要死了有什么关系？那么拉比解经告诉我们，这个露丝谷在人衰老要死之前，会快速的生长，会快速的长出来，凸出来，对吧？就好像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扁桃果子长得很快的一个概念，对吧？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和死人复活有关系。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如果你去考察这个地方经文的数值，杏树开花，扁桃开花，对不对？这个地方希伯来文 Vayinetz Hashaked， 它的数值等于566，不多不少。马西亚本 Yosef， 弥赛亚约瑟的儿子，代表什么？代表死人复活。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是死人复活，对杏树开花，露丝谷
在人死之前快速的生长。那么现在我们回到亚伦的神迹，对吧？亚伦的神迹里边提到了3个概念，第一个叫 Petrach， 这花的意思；第二个叫 Tzitz， 也是花的意思；第3个单词叫做 Shekedim， 这扁桃子的意思。如果你去算这3个数值，3个单词的数值等于多少？等于932，正好得出善恶的知识数，又叫分别善恶的数。It's a dust to Vatra， 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其实要结合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的概念，对吧？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个人的脊椎骨是分别善恶数的概念，这个是我们几年前分享的概念。人的脊椎骨是分别善恶数的概念。那么这个 Sefer Yetzirah 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树有2个头，一个是往上面，一个是往下面。往上面的话呢是对应冠冕，下面的话是王国。朝上面对应冠冕是善，往下面对应王国是的，对应的是恶。说生命树它有2个方向，善和恶。那么从这个地方你结合这个拉比解经，那么这个思路就清晰了，对吧？为什么这个鹿尸骨是脊椎这个2个头？那么这个脊椎骨就是生命，是这个分别善恶的数，人的身体里边分别善恶的数，对不对？那么它的2个头，往上面的头，那就是什么？这个头盖骨和这个脊椎连接的地方，那个地方，那比如说那个地方有一个鹿尸骨。那么我们知道，按照因为生命树是人的形象嘛，人的这个形状，那么那个位置应该对应什么？对应生命树的知识，对吧？因为头盖骨是冠冕，那下面就是知识，对不对？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分享，那么这个知识，这个鹿尸骨对应的是善，因为在上面。对应的是生命树的知识，那你说下面呢？那么第2种观点认为，这个脊椎尾部也有个骨头，鹿尸骨。那么脊椎尾部那是对应什么？对应人的根基，对不对？根基也叫冠冕，单词不一样而已。对吧？说上面有个冠冕，下面有个冠冕，上面有冠冕，下面有冠冕。那么上面的冠冕下面是知识，下面的这个冠冕就是根基，再下面是王国。那么下面的根基对应的是恶，对吧？因为人犯罪都是因为根基犯罪，说白了，对不对？说下面是恶，上面是善，生命这个叫分别善恶的数，对不对？那么以前给大家分享过，这个知识的希伯来文叫达阿的数值474，那么这个根基叫也soy的80，加在一起等于554除以2等于277，种子的数值，种子。对吧？那么这个种子的话有很多层解经，首先按照拉比的解经，看这个卡巴拉解经，种子就是人的精子，从哪里来的？来自于知识，从脑袋里边来的，通过这个脊椎脊髓到下面根基，对不对？
这是人的精子，这个是这个哈巴的拉比几百年前的结晶，后来今天据说这个医学界已经证实了，对吧？今天这个医学界证实了人的精子还真的是从头部从意念来的，通过这个脊椎脊髓下降，对吧？到人的这个男性生殖器，对不对？精子是这样来的，精子有种子，对不对？那我们说这个鹿尸骨是死人复活的种子，看到没有？从根基，从知识到根基，鹿尸骨，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扁桃有两种，有苦的和甜的，对不对？苦的吃了要死人，甜的吃了很有营养，对吧？这个甜的扁桃应该经常吃，很有营养，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苦的扁桃和甜的扁桃也是对应分别善恶的数的善和恶，甜的呢当然是善，苦的是恶，对不对？所以说，那么这个地方的亮光是什么？亚伦的杖不单单有2朵花，还有2个果子，你看到没有？有2个果子，一个是苦的，一个是甜的，对应的是分别善恶的数，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去考察这个亚伦这个神迹经文里边的这个最后2个单词，希伯来文叫 Vaigmo Shekedim， 结出扁桃果子。那么这2个这个词组的数值等于543，那么正好是神的一个圣名，叫 Eye Asher Eye 的数值。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我是什么自由拥有，但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叫我要成为，我要成为。Eye Asher Eye。那么这个名字，这个 A 我要的数值是21，对吧？那么因为这个单词出现了2次，所以说是2个21。A 2个21，什么意思？21个白天，21个晚上啊，对不对？这个扁桃果子开花到结果需要21天，21天，那当然是21个白天和21个晚上，对，所以说 A Asher A， 我要成为，我要成为。那么这个地方代表救赎，对，因为这个名字是救赎嘛，摩西要出埃及，神给他启示这个名字代表救赎。那么21个昼夜的自然规律，亚伦的神迹将其缩短为1个晚上，代表救赎速速的来到。但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奥秘，是吧？这个阿希尔中间这个阿希尔，它也是21。你说这个怎么可能21？这个阿希尔不是501吗？对不对？阿希尔的数字501，你说501怎么可能是21？很简单，因为21用希伯来字母怎么表达？1是 Aleph，20是 Kaf， 对不对？你21用希伯来字母是 Aleph 和 Kaf， 那是21，因为这个 Kaf 是20嘛。但这个地方隐藏了一个奥秘，什么奥秘？因为这个 Kaf 是个伪字母，这就意味着它2个数值。一般的话是20，但同时这个 Kaf 是多少？伪字母500，对不对？说21变成了500啊，就这个501，
就变成了21。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个名字，这个圣名耶啊修耶，它都是关于21。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是扁桃开花到结果，这是救赎，对不对？这是死里复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这个树的概念，对吧？因为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个树开花，这个树是什么概念？那么树在妥拉里边，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相当神秘的概念，大量的出现，所以我们今天把它理一下。首先，这个树的希伯来文叫 etz， 对不对 ？etz 数值160。那么当你提到树 etz， 那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但是这个整体和局部，有整体必定有局部，这个局部是可以分开的。对，那么妥拉里边有大量的单词对应这个树的局部。比方说，这个树的话呢，可以分为隐藏的部分和显明的部分。所谓的隐藏的部分你看不见的，显明的部分是你能够看见的。那隐藏的部分呢，当然是树根，对不对？因为你看不到树根，在土壤里边你怎么看得到？那么树根的希伯来文叫 shodrash， 数值800。那树根的话呢，不是这个树干，那么这个树根上面是树干，对不对？那么树干的希伯来文叫 geza， 数值80。看到没有？这个树干的数值正好是树根的数值的1/10，对吧？因为你如果你看到这个树了，有那么大一块树，那么它的树根是极其的庞大。对，树就是在地下隐藏的树根，它的这个规模是大大的大于上面的树干，对不对？希伯来的数值告诉我们是10倍。树干 ，OK， 那么你说 OK， 树根、树干 ，shorish， 树根，树干叫 geza。那么树干的话，会长出树枝，对。那么这个树枝的话，在希伯来文里边有5种表达方式，你看到没有？有5种表达方式，相当的多。首先，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shevet 和 mate， 对吧 ？shevet 和 mate 都是树枝的意思，但这2个单词同时也用来特指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以色列的12个支派，要不就用 shevet， 要不就用 mate， 对吧？因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树干的概念，弥赛亚是树根的概念，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意思就是说我是大卫的源头，根就是源头嘛。但同时我又是大卫的什么树枝，对不对？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也就是我既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树枝，看到没有？这个意思，对吧？那么这个表面上听起来是一个悖论，对吧？比方说这个在福音书里边，耶稣问那些门徒也好，问法利赛人，
你说这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儿子，那为什么又是大卫的爷爷？对不对？对不对？一方面他是大卫的儿子，一方面又是大卫的爷爷，就这个概念，对不对？听起来是一个矛盾悖论。这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一方面是根，另外一方面也是树枝、果子，甚至。那么这个你说这个 shevet 和这个 mate 它都代表树枝，那它有什么区别？那么 shevet 的话呢，是代表长在树干上的树枝，有生命；而 mate 的话呢，是代表被砍下来的树枝，代表死亡，人死了，对吧？脱离了树干，是枯木，对吧？所以说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杖，对吧？所以说亚伦的杖，这个地方是 mate， 他没有说 shevet， 因为 shevet 的话呢是有生命的，对吧？是树枝，或者说刚刚砍下来的，可以叫 shevet。但如果已经干枯了，都没有生命的，都死亡了，都死了，那叫什么 mate？ 对，所以说亚伦发杖，这个亚伦这个发芽的、开花的这个杖的希伯来文叫 mate， 代表枯木，对吧？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单词，也是指树枝。那么这两个单词的话呢，出现在下面经文以赛亚书11章第1节。Vayatza hoter migeza 一下，从耶西的树干要长出一根树枝。Venetzer mishadrashav ifra， 从它的根也要长出一根树枝。那么这个地方是我的翻译，对吧？因为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呢，可能有点稀里糊涂的，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地方的奥秘给吃透。那么这个地方是隐藏了奥秘的，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两个单词，一个叫做 hoter， 一个叫做 netzer， 它都是树枝的意思啊，都是树枝。那你说这个地方的树枝和刚才的树枝有什么区别？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mate 和这个 shevet 都是指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说这个叫原生树枝，本来就是以色列的。那么这个地方的两个树枝是指的是基督徒，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基督徒也是以色列这棵树上的树枝。那么这个依据就是这节经文。你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的第二个树枝 netzer， 它是基督徒的词根，基督徒的希伯来文叫 notzrei。对，你说 notzrei 的话呢，这个单词 notzer 在托拉里边大量出现，是什么意思？是保守的意思，守望的意思，守望的人，是基督徒的词根，对吧 ？notzrei 和这个 netzer 同一个词根，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树枝是指基督徒，对吧？刚才讲到的树枝是指以色列的12个支派，因为基督徒的话呢，它不属于这个原生的树枝，它是被嫁接上去的。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两个树枝，一个是从耶西的树干长出来的，一个是从它的根长出来的。那么这个根当然是指弥赛亚，对吧？根是弥赛亚，大卫的根。那么从弥赛亚直接长出来的树枝指的是什么？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地方 notzrei 和 netzer 同一个单词，同一个词根。
但这个地方的，你说这两个都是数字有什么区别？都是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也有区别，对吧？就好像这个地方的马太和谢尾，它都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它也有区别。谢尾是有生命的，代表他仍然知道自己是以色列后裔的，而这个马太是枯木，代表流亡，已经脱离了以色列的，对不对？它也有区别。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基督徒它也有区别，两种不同的基督徒。第一种基督徒就叫内塞尔，因为它是从根直接长出来的树枝，那有什么特点？因为根你看不见了，对吧？你根你看不见，你看到这个树枝好像直接从地里面冒出来的，好像和这棵树没有关系。那么这个树是谁？以色列。那么这是绝大多数基督徒，表面上看和以色列没有关系。他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对吧？因为他从根长出来的，对不对？甚至很多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外邦人，他说我是外邦人，为什么？因为我在不错，他在蒙召以前的确是外邦人，而且他们直接从弥赛亚这个树根长出来。他说我是从树根长出来的，我和以色列这棵树没有关系。这是绝大多数基督徒。那么这是 Netzer no 此类，对吧 ？no 此类基督徒。那第二种呢，叫 Hotel， 对吧 ？Hotel 是从树干长出来的树枝。那么这是指谁？指本来是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蒙召以前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后来接受了耶稣基督，也成了基督徒，但是又和这个外邦来的基督徒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以赛亚书11章第1节里边有2个希伯来文去代表树枝，一个叫 Hotel 原生的基督徒，另外叫 Netzer 是从外邦人成为的基督徒，对吧？那么这个 Hotel 你去算它的数值等于217，正好是雅各和犹太人的数值，耶户地、雅各夫，对吧？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现在又成了基督徒了，对不对？所以说他们的数值也是相同的，耶户地35，雅各182，加在一起217，等于 Hotel 的数值。好，那么刚才我们分享了4种树枝，那还有第5种。第5种的话呢，叫 Enough。Enough 这个树枝的话是一个整体概念，也就是说把树枝作为一个整体，所以说它也包含树叶，对吧？也就是说除了树干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树枝，连叶子算在一起，对吧？叫 Enough。那么什么叫做树枝的整体概念？它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树枝，对吧？你说你有可能是 Shevet， 我仍然是以色列的这个利未支派也好，这个但支派，你说我很清楚我是犹太人，我今天对不对？那么你是属于 Shevet 活的树枝，或者说是被折断的树枝，叫 Mate 都死了，对吧？我都不知道我是犹太人了。对了，我都3代以后都忘了，完全流亡在外邦，那叫 Mate， 或者是从耶西的树干长出来的树枝，我们叫 Hotel。那么这是什么？这个犹太人后来信耶稣了。那么或者是从树根直接长出来的，这是今天的这个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叫 Netzer， 对吧？它4大树枝合一，叫 Alaf。对不对？所以说，他们都是以色列这棵树的树枝，
对吧？那么你把这5个概念，你算它的数值，不多不少，1122，正好是米斯拉엘的数值，从以色列出来的以色列，看到没有？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纯种的犹太人，这个3代以后都忘了自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对不对？是犹太人成了基督徒的犹太人，还是说从外邦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不管你叫什么，你归根结底，你最后都是以色列这棵树的树枝。这个托拉里边早就给你预备了这4个单词来描述你，对不对？你都是以色列的树枝。你说 OK， 树枝以后什么是开花？那么有了树枝，树要开花，那开花当然是树枝上面开花。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启示，这个花有2种表述 ，Perach 和 Tzitz 代表弥赛亚2次来，对吧？弥赛亚是来自于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的从身体上来讲是以色列的后裔，但同时它又是根，对不对？很有意思。那么开花的目的是为了结果，对不对？这个果子的希伯来文叫 Pedri， 而这个果子里边，那么果子的目的是什么？你说果子给人吃的，错误，不错，是给人吃的，给动物吃的，但它真正的设计的目的是让这个人也好，动物也好，通过吃果子，把这个果子里边的种子，把它撒到土壤里边去，让它能够怎么样？你要叫死里复活也好，你要叫这个重生也好，一个概念。说果子的目的是为了种子，对不对？果子的希伯来文叫 pedri， 种子的希伯来文叫 zedra。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揭开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个信息相当震惊。那么如果我们把刚才我们讲到了10个概念，讲到了10个概念，哪10个概念？树根 shurish， 树干 geza， 这个原生的树枝 shevet， 枯干的树枝 mate， 这个犹太人的树枝，对，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树枝 hotel， 这个外邦人成为基督徒的树枝 netel， 这个整体的树枝 alaf， 开花 perach， 再开花，对不对？ tzitz， 对吧？人家开2次花，这个弥赛亚2次来 perach tzitz， 最后结果子 peri。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提到了10个单词，你去算它的数值，不多不少，等于2770。这就意味着10个概念的平均数除以10等于多少？等于277。等于什么？等于种子的数值。种子277。为什么？因为从树根长出树干，从树干长出树枝，从树枝开花结果，它的终极的目的是撒种，完成一个生命的周期。以色列是一棵果树，神栽种了这棵树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撒种子，对不对？它有可能它的源头来自于弥赛亚是树根，
对吧？这个树干是以色列，这是一个选民的概念，有很多树枝。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支派也好，流亡也好，这个犹太人也好，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也好，等等等等，那最后开花都是弥赛亚。那么有了弥赛亚，它才能结果子。那么这个果子，一方面给人吃，但更重要的是撒更多的种子，遍地开花，遍地生长，让神的知识充满全地。更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概念 ，X， 对了，我们刚才说这是一个整体概念，所有的这些局部把它合一，就是一棵树。对，我不管你树根、树干、树枝，是吧？花草这个开花结果，那就是一棵树啊，对吧？那么树叫 X， 它的数值等于160。那么160加上2770等于2930，这是293的10倍。293是善和恶的数值。Tov Vadra， Tov Vadra。那么这个地方就暗示了以色列这棵树是分别善恶的树，对不对？分别善恶的树。更令人震惊的是，对吧？按照我们前几个星期的学习，卡巴拉传统要旋转，只要超过1000都可以旋转。那么2930，因为它是2000，这就意味着可以旋转2次，对不对？每旋转1次是减去999，这个是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的卡巴拉的这个秘传，对不对？2930你转第一个周期减去999，再转一个周期，再减999，说白了就是把这个2千位的2放到个位去。说白了，对不对？说白了就是把千位的2放到个位去。那2930，你把千位的2放到个位，那成为什么呢？932。令人震惊的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从这个板凳上、椅子上跳起来，说明你还没有听明白，对不对？932正好得出分别善恶树的数值。Etzadas Tovadra， 对不对？再次证明了以色列这棵树是分别善恶的树。那么这个树可以分为4部分，就上面可以看到的可以分为4部分：树干 Geza， 树枝 Alaf， 花 Pedrach， 果实 Pedig。 那么4部分就意味着它的平均数是233，又是生命树的数值。看到没有？分别善恶的树里边隐藏了生命树。那么为什么你说你要按这4部分分？因为如果你仔细考察这4个单词的希伯来文，你会发现这是个巧妙的设计，相当令人震惊。这4部分或者这4个单词
它的第一个单词树干，它的尾字母是 R 音，正好成为第二个单词树枝的首字母 Alaf。树枝的尾字母配，正好成为花的首字母。其实花的首字母和果实的首字母，它都是配 thresh， 对不对？那么从这个地方，你发现它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设计。四个单词按它的顺序，那么正好前面一个尾字母是后面一个首字母，说明代表一个什么？代表一个自然的生长的过程。那么这个地方，接下来因为时间有限，本来还有很多亮光，而且今天的很多亮光其实都是今天才得到的，在昨天以前，我的这个分享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啊，如果你看我的原稿和现在分享的完全不一样，就在今天，在快要分享之前2个小时，突然这个亮光全部出来了，得出了我们今天的这些信息。但接下来还有一个信息，因为时间有限，不单单是我现在分享的时间有限，是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你要讲课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这个亮光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那就是关于申命记29章19节有一节相当有名的经文，告诉我们人是田野里边的树。那么这个概念我思考了几天都没有得出答案，但是呢，在最后的20分钟、30分钟，突然有一点亮光，但是因为要分享了，把这个亮光、这个思路、这个灵感给打乱了。那么正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也正好讲完了。所以说，接下来的这个亮光仍然处于潜伏的状态，仍然在土壤里边。那么，所以说我们最好先不要分享，因为后面的这个亮光是相当的大，因为这个数字里边有太多的联系，但是还没有完全吃透。所以说，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时间能够帮我们解开，让我们明白人是田野里边的树究竟是什么奥秘。那么所有这些奥秘的解开，其实并不在于人要怎么样，对吧？你说我这个在此以前这个6天也好，6天都在准备，结果到最后一天把6天准备的东西全部给扔了，最后今天给你分享的是最后2个小时的亮光。那你说，所以说这就证明了我们分享的东西不是人想出来的，你想分享什么，最后容不得你，在于神，他要让你分享什么，有可能把你前面5天的这个准备的东西全给扔掉。当你最后2个小时你要准备讲课的这个时候，突然把这些亮光给你了，那么在人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好，接下来我们休息10分钟到15分钟，给大家自由提问。好，大家休息好了，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请问
千位的2放到个位，是否对应撒旦如闪电坠落？那么这个是这个没有任何依据，对吧？这个是我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对不对？这个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下面一个问题，刚才分享的传道书轧猛成为重担什么意思？那么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讲这个概念，对吧？我们讲的是这个杏树也好，这个扁桃开花，代表的是这个 nussbaum。下面一个问题，277是种子的数字还是露丝谷复活种子的数字？277是种子 Zedra， 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个露丝谷是种子的概念，对不对？但这个 lose lamed vav zayin， 对吧 ？vav zayin 13 13 43 lose 13 43，数值43，加上这个 18， 对吧？70加90加40等于243。下面一个问题，这个关于在衣服上做坠子，为何拉比传统拼写把它要加一个 tzitzit， 托拉里边是 tzitzit， 那么因为这个拉比解经的话，它都是通过数字，对不对？因为如果按照托拉里边的拼写 tzitzit， 那么你算它的数值等于590，对。那么拉比的话呢，给它加了一个 yud， 变成600。为什么？因为这个希伯来字母里边，这个 yud 和这个 vav 是相当特殊的两个字母。那么这两个字母的话呢，它可以当做辅音，不是，我说错了，元音，对吧？因为希伯来字母都是辅音，希伯来文没有这个元音字母，对吧？但是呢 ，yud 和 vav 这两个字母，很多时候可以算作元音，对吧？这个 yud 算作元音发一的音，我们叫这 hedrik。那么这个 vav 算作元音的话呢，一般是 o 的音，对吧？叫 holem。这两个字母可以做元音，对吧？所以说，尽管在托拉里边，它叫 tzitzit， 那么第一个元音标出来了是一个 yud， 第二个元音也是发一样的音，但是它没有标出来，没有标出来，那也可以标出来，对不对？没有标出来叫缺省拼法，就好像这个 vav 一样，这个托拉里边的很多拼写是缺省，如果是缺省拼法的话，可以恢复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拉比要恢复它的这个没有拼写出来的 yud 10，那就把这个坠子从590变成了600。那么为什么要变成600呢？因为这个拉比要把这个解经解成613条诫命，对
对吧？另外还有13，对吧？就按照这个坠子怎么样打结，怎么样其他的，反正再弄个13出来，就变成了613。它的目的是从这个地方得出 Torah 有613条诫命的目的，对不对？下面一个问题，托拉在衣服边上做提到2种穗子和坠子，一个叫做 tzitzit， 一个叫做 gedilim， 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个 gedilim 的话，我还没有研究过，对吧？我都不知道它有这个坠子、穗子的意思。但你如果看这个单词的词根，它是 gadol 的意思，对不对？你就它的词根是 gadol 是大的意思，对吧 ？gedilim 我不知道它还有这个穗子的意思，这个我要查一下。但你如果专门看这个词根的话，它是大的意思 gadol。下面一个问题，请问2根杖的合一是否可以理解为左右2根柱子的合一，而不是某些团体的合一？那么都可以，对吧？2根杖合一的话呢，这个最经典的这个解经是犹大的杖和约瑟的杖，或者说犹大的杖和以法莲的杖的合一，代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合一，对吧？犹大的杖代表犹太教，那么以法莲或者约瑟的杖，这是代表的是这个基督徒，这最经典的解经，对吧？这是杖。那么这个柱子的话呢，这和杖这个是2个不同的概念，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柱子呢，一般这个是这个圣殿的2根柱子，一个叫波阿斯，一个叫做雅金，那是2个柱子，但同时也是代表，也可以一个解经，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解过的，对，因为波阿斯的话呢，代表这个左派，雅金的话代表右派，对吧？因为雅金的意思是建立，波阿斯的话呢代表有力量，有力量呢当然是左派，激进那左派，建造的话呢那是保守，对吧？所以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右派和左派，对吧？这个以前解经过的。下面一个问题，是的，神希望我们领受他纯正的信息。下面一个问题，请问通达在左上角有父亲的含义？通达的话没有父亲的含义，通达总是对母亲 Bina 是母亲，对吧？左上角的话是母亲，那么父亲是右上角，父亲总是对应火红嘛智慧，那么通达的话总是对应母亲 Bina 左边。下面一个问题，脊椎损伤恢复祷告，对吧？今天我们的分享，这个脊椎代表这个分别善恶的书，对不对？所以说今天你听了这个图二的奥秘，估计也会让你的脊椎恢复。下面问题，中国陕西话你是老大，就是说你是我爹，是否对应？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这个陕西话是怎么样一个对应，这个不知道，对吧？这个通达是左边，是母亲和父亲没有关系。下面问题，是否信心对应脊椎骨是1？那么信心的话呢，按照卡巴拉的传统，是在冠冕里边。
对不对？冠冕的希伯来文叫 Keser， 但是冠冕里边还有3层，还有3个层面，对不对？哪3个层面？从下面往上面，首先叫Ratzon 的意思是旨意、愿望，对不对？那么第2层叫 Tanug， 喜乐、快乐。那么最高层叫 Emunah， 信心，对吧？说信心是最高端的，是冠冕。那么这个信心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信心，我们一般说的信心是一种情感也好，智力也好。那么这个地方的信心是最高端的，是冠冕里边的冠冕。那么这是人与生俱来的，隐藏在人的灵魂这个潜意识里边最深处的信心。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他的源头，在他的这个潜意识的最深处都是有信心的，都是信神的。那么今天所谓的无神论也好，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也好，那都是因为这个一方面是神的隐藏，另外一方面是神的设计，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人的肉体的这个阻隔、屏障等等各种原因，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这些屏障、依附、隔离、隔阂等等等等，人的意识、潜意识的最深处、最源头，都是信神的，都是与神连接的。下面一个问题，请问，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当然是这是婚姻嘛，对不对？神这个安排的人不可能分开的，对吧？那么11章19章11节，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就说我们今天领受的意思就是卡巴拉嘛，对不对？领受就是卡巴拉，卡巴拉的意思，卡巴拉就领受的意思，就说神启示的这些托尔也好，圣经也好，这些概念，有简单层的，有奥秘层的，对吧？都是神的选民，但是每个人对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对神的认识是很肤浅的，那么有的人对神的认识是很深的。那么对神认识神的知识越深，那么与神的连接是越亲近的。那么认识神的知识越肤浅，那么他的连接那当然是不亲近的，是很疏远的，很遥远的。但这些知识从哪里来的？对吧？你说可以学习，不错，但归根结底是神给的。那么这就是个拣选的概念，对不对？像我们今天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深的，对吧？我们讲的很多东西和传统的神学也好，教会也好，牧师要讲的都不一样的。同一个信息，有的人一听就觉得有道理，欣喜若狂；有的人听了以后觉得很麻木，甚至认为你在瞎讲。那你说为什么同一个信息都是信徒不同的反应？那么这就是耶稣这句话的意思。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这卡巴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今天
能够领受我们这个信息的，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原因。他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急了也没用，对不对？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下面问题：信心对应脊椎骨失忆的概念，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没有关系，对吧？信心是属于冠冕里边的，对不对？害怕的话是左边，右边是爱的概念。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结晶。右边是阿哈瓦，爱的意思，爱，对吧？因为右边是恩慈 ，hesed 就是阿哈瓦，恩慈就是爱。左边的话呢是大人 gevra， 那么大人是害怕的意思 ，yirah， 对不对？那么人与神的关系，既可以是基于爱，也可以基于害怕，对吧？中文一般把害怕翻译成叫敬畏，希伯来文就是一个概念 yirah， 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是属于爱，那么以撒是敬畏、害怕的概念。左边是害怕，右边是爱。那么两个属性都是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有爱没有害怕，对吧？你会变得很随便，很随便了，对吧？好像神是你的这个一个我们这个中国话说叫哥们儿，对不对？就好像就没有一种尊敬，没有敬畏，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够完全的爱。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害怕就是敬畏，那么敬畏的话呢，那么在神面前敬畏，这也应该有的，但也不能够太敬畏了，也就是说不能够太害怕了，都没有爱了，对不对？就是说敬畏的是什么概念？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和神的关系，神是主人，我们是仆人。那么仆人在这个主人面前，或者说这个百姓在王面前是什么？是害怕，战战兢兢，对吧？就好像你一个人突然神的启示临到你了，你会战战兢兢，害怕。那是左边，那是以撒。那么右边的话，爱，那是一种夫妻的关系，对吧？丈夫和妻子，对吧？那不应该是害怕，应该是爱，对吧？所以说，这个人与神的关系，一方面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又是仆人和王的关系。那么柔哈解经，爱和害怕是鸟的两个翅膀，两个翅膀都需要，你不可能就一个翅膀，一个翅膀飞不起来，对吧？两个翅膀要平衡，要协调。那么既要有爱，又要有害怕、敬畏，对吧？害怕就敬畏。下面问题：列王记下21章26节，信从偶像是指什么？这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研究。下面问题：巴坦木就是扁桃的内核吗？是大杏仁核吗？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对吧？因为这个，因为在英文里边叫 almond， 这个比较普遍的、很常见的，对吧？比方说还有这个 almond milk， 对吧？估计也有把它翻译成杏仁的，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译的，对不对？反正英文叫 almond，
这个很普遍的，超市里面都能买得到的，也有这种干果或者叫种子，对，吃起来挺好吃的。这个很普遍的，英文叫 almond， 那么希伯来文的话呢叫做叫 shaked。但是呢，如果你去查这个百科，别人说这个 almond 应该是扁桃而不是杏仁，对吧？或许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了，对吧？就有的好像有的中文也把它翻成叫杏仁，那有可能也是这样翻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讲的是这种和这个另外一种杏仁是哪个概念，哪个区别是有区别的，对吧？英文叫 almond， 中文的话呢，我不知道你要翻杏仁也好，你要翻这个扁桃也好，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好，下面一个问题，人体是2棵生命树，这棵树是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不重叠的2棵，一棵扇向上，一棵扇向下，分界线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清晰度，对不对？那么这个话题需要研究，对吧？那么这个概念要把它澄清了，估计也不是人能够，这个需要神的帮助，对吧？那么生命树分别上述是什么样的一个布局，对吧？就像你问的一样，是相互缠绕的呢，还是分开的呢，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估计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或者说知道的人很少。那么如果能知道的话呢，那肯定不是人自己的作为，而是神的启示，这个需要神启示的，对吧？那如果我们配的话，那或许某一天神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就可以分享出来，对吧？对吧？即使我们不配，或者说我不配，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配的，那神也会借助我们把这些信息把它启示出来，对吧？归根结底看神了，对吧？他要给我们就我们，要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明白，对吧？不让我们明白，你再怎么样折腾也不明白。下面问题，感谢神，看见上帝的作为，借着唐老师分享给我们。请问，在工作中又怎能得着来自于神的启示，并付出行动，使主的名被高举？世人多数只为谋生而工作，而我们该以怎么样的工作态度，欢喜快乐的为主工作？那么这个的话呢，那么我是有深刻的感受的，对不对？那么比方说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就发现这个学习妥啊，真的让你的思路会清晰。你学了妥啊以后，你再到工作当中，你仔细思考，你会发现工作当中的很多概念一下就清晰了。清晰了以后，你做任何事情，你就会效率高，对不对？事半功倍，效率高。然后你做事情有清晰度，对吧？这个很多人在工作当中是晕的，稀里糊涂的，没有清晰度，对不对？很多时候你学历越高，你越糊涂，因为你很多时候知识太多了，你把你的知识理不顺，你知识越多越糊涂，
对不对？这个传道书说，这个知识越多越苦恼，为什么？因为你理不清楚啊，你理不清楚，你知识多没用，甚至越多越稀里糊涂。但是我发现，在我的工作当中，对吧？越来越清晰。那么这都是因为学习托啊。那么我学习托啊以后，在工作当中勤于思考，我就发现工作当中的很多问题、很多难题，我都有清晰的解决方案，我都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对不对？不管是对上级也好，对下级也好，对这个客户也好，对这个，对吧？对你的这些下家也好，你的上家、你的下家，你都具备知识、清晰度去处理，对吧？所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很少刻意的为了工作而去所谓的去我们一般怎么说的，去学习，对吧？去什么培训这些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我从来不去搞那些东西，对不对？很多时候，很多培训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所有的培训，你真的把它吃透了，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概念都在 Torah 里边。任何一个行业，它归根结底，它遵循的基本的原则都是 Torah 的原则，对吧？所以说，比如说隔行如隔山，不错，你没有清晰度，当然隔行如隔山。但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我都忘了，肯定有一个这个反过来的说法，对吧？所有的行业其实它的原理、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那么你要把 Torah 学习了，你的工作当中，那么必定会有清晰度，那么你自然工作就起来很轻松，有喜乐，对不对？就像我一样，我工作起来就很轻松，事倍功半，还是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啊？反正那个概念，对不对？你付出很少，但你收获很多。下面问题，《列王记》13章21节，死人抛在坟墓里边，一碰到骸骨，死人就复活起来。解释一下，这个我没法解释，这个需要学习的，我没有学习到这个地方来。下面问题，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那么，因为真理来自于神，对不对？所以说，在神的层面，在造物主的层面，在源头，那真理当然是绝对的，对不对？真理当然是绝对的。但是呢，在造物界、受造界，对吧？在人的层面，在这个低端的层面，那么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不对？在人的层面、受造界的层面，那么真理是相对的；但在造物主的层面，在源头，那么真理那肯定是绝对的。下面问题，好运也是神的恩典、神的安排，那当然，对不对？好运，这个希伯来文叫 Mazel Tov， 对不对 ？Mazel 是12星座，这个 Tov 是好，但所有的好运也好，厄运也好，都是神的安排。对，希伯来文叫哈西嘎哈普
practice， hashgaha 安排 ，practice 应该是小的意思，再小的事情都是神的安排。hashgaha practice。下面一个问题，277种子的概念是否在属灵上对应弥赛亚或上帝？那么弥赛亚你可以理解为造物主的种子，对不对？可以这样理解，种子就是弥赛亚，可以这样理解，对吧？比方说马太福音里边撒种，对吧？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弥赛亚，有的接受了，有的没有接受。下面问题，请问阿拉伯语圣经哪里有看？这个我不知道，我也没看过阿拉伯语的圣经。下面问题，请问圣经里面的云代表什么？那么云最简单的理解，云就是水，对吧？云柱火柱就是水和火，这最简单的理解，云就是水，对不对？那么第二个理解的话呢，这个云代表隐藏，对，比方说这个会幕充满了云，隐藏；西奈山充满了云，隐藏起来，对不对？这个云的目的是隐藏嘛，对不对？这个腾云驾雾，隐藏，一下一个云来了，人就不见了，隐藏起来了，对不对？隐藏起来了。对吧？云是隐藏的意思。下面问题，广义上说，伊斯兰教也是犹太教基础上分出来，那当然是了。这伊斯兰教也是从这个犹太教这个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下面问题，现在想上市推广妥拉，时机到了吗？这个我都搞不懂，什么叫上市推广妥拉？妥拉并不是商品，什么叫上市推广？对吧？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下面问题，现在抑郁症都找到孩子们是否和现在年轻人不生育思想、带套行为有关？就是精子都变成巫鬼邪灵，有可能，对吧？有可能。下面问题，喜乐也是冠冕的一部分，对的，我刚才讲了，有3层，冠冕有3层 ：return 意愿、欲望、愿望、旨意，对吧？看你怎么样翻译。return tamug 就喜乐嘛。第3层 emula 信心。下面问题，最近丢失很多孩子都是无故消失的，离奇失踪了，怎么看？被提了吗？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办法被拐卖了，对不对？这最简单的理解，因为这个拐卖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哪里都有。对，这个孩子这个被拐卖了，这是很，对吧？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世界上丑恶的事情太多了，对不对？这个越年轻，那么这个很多人需要你的身体，对不对？气管等等等等，很阴暗。这个世界有很多邪恶的东西。下面问题，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刚才已经解释了。什么样的婚姻是神的配合？什么样的不是神配合？那么应该说，绝大多数婚姻都是神的配合，对吧？但也任何原则都有例外，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吧？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么你的婚姻就是神的命令。所以说，不要刻意的要去离婚。尽管这个妥拉里边允许你离婚，但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离婚，
对不对？那么拉比在塔木德里边说，当一个丈夫和妻子离婚，连祭坛，就是圣殿里面的祭坛，都要滴眼泪，对吧？尽管托儿允许你离婚，但是你离婚就说明你的心太硬了，对不对？神所安排的，对吧？你不要去把它拆开。当然，神会允许你，因为你有自由意愿，你有自由意志。但是你如果这样做了，就说明你的心太硬了，没有怜悯。那么将来你需要怜悯的时候，你也会失去怜悯。下面问题，爱到过分，请问怎么办？那学会控制，对不对？神给了人自由选择，那么你如果爱的过分，那你太右边了，那么你需要大能，给乌拉往左边倾斜，要学习敬畏神，要学习害怕，对不对？要有点控制。你是有自由选择的，所以说你不要找理由说我没法控制，不是你没法控制，是你不愿意控制。如果你愿意，神会帮助你的。冠冕包括信心、喜乐，还有什么？还有 return， 希伯来文叫 return。return 的话，这个翻译就多了，对吧？有的地方翻译成叫愿望，也可以翻译成意愿，也可以翻译成欲望。一般如果是涉及到神的话，翻译成叫旨意。return。下面问题，不结婚可以爱吗？那这些问题很奇怪呀，对不对？这问题叫奇怪的问题，让人犯罪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你比方说你说这个在圣经里边，以撒和利百加，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首先是去相亲，没有提到爱，没有爱，他的首要的目的是相亲，结婚，对不对？他的目的是结婚。当利百加被领到了以撒那里，以撒看见了他，才有爱。什么意思？第一步是要结婚，结了婚以后，你自然就有爱了，对吧？你说啊，那雅各呢？雅各是先爱的，不错，雅各就是一见钟情。但雅各一见钟情，他也要结婚啊，对不对？雅各和拉结一见钟情，他也结婚了。好，这边这个奥马尼已经打出来了。下面问题250、1000、14万、14700，什么意思？这个不知道，这要研究。隔行如隔山，一通百通，
对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到这里结束。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散会的祷告。